丹东中朝边境的一座城市，也是两国民众贸易往来的一大窗口。而在琳琅满目的贸易区市场，最受朝鲜民众欢迎的一项商品，说出来让人匪夷所思，它就是太阳能板。这是因为朝鲜长期电力短缺，许多普通家庭不得不依赖太阳能板来维持基本用电需求。即便如此，到了晚上，电力供应仍然极其有限。每当夜色降临，站在丹东隔江望下朝鲜半岛，入目可及几乎一片漆黑，与丹东夜市的五光十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景象不禁让人发问：朝鲜电力究竟有多瓶颈？以至于到了晚上连灯都开不起的地步。停电一个似乎只存在于上世纪中国农村的现象，可在朝鲜电力短缺，夜晚停电却像是家常便饭那般普遍。走在平壤街头，白天还能看到一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一到晚上，整座城市的光亮就会明显暗淡下来。许多公寓楼只有零星几户亮着灯，大多数窗户都黑漆漆的。这可不是因为朝鲜人习惯早睡，而是实实在在的电力供应不足。一位曾经在平壤工作过的外国人说，晚上9点后走在居民区，整条街可能只有路灯还亮着，而且这些路灯也经常是隔一盏亮一盏，为的就是省电。这还是在首都平壤，而在朝鲜广大农村，缺电现象更加严重。在朝鲜的偏远乡镇，电力供应往往只能保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几天都没有电。村民们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生活，蜡烛和煤油灯成了每家每户的必需品。一位脱北者回忆说，在我老家的村子里，1个月能有10天通电就不错了。孩子们晚上写作业都得抓紧时间，不然就只能点着煤油灯看书。由于国家电网供电极不稳定，朝鲜人不得不各显神通寻找替代方案。比较富裕的家庭会想方设法从中国走私小型发电机，但这些机器噪音大、油耗高、使用成本不菲。更多人选择购买太阳能板，这在中朝边境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条隐秘的产业链。在丹东的电子市场里，经常能看到朝鲜商人采购便携式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这些设备虽然功率不大，但至少能给手机充电、点亮 LED 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一位丹东商人说，朝鲜人最喜欢买100瓦左右的小型太阳能板，配上蓄电池，这样白天充电，晚上用。不过遇到连续阴雨天就没办法了。即便如此，太阳能发电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首先，这些设备价格不菲，对普通朝鲜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其次，朝鲜冬季漫长，日照时间短，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这些设备储存的电量有限，通常只能支撑几盏 LED 灯和手机充电，想要带动冰箱、电视等家电，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即便用上太阳能，朝鲜家庭的夜晚依然过得很原始。这种缺电状况严重，已经影响了朝鲜民众的日常生活。医院经常因为停电而无法进行手术，学校在冬天经常因为没电取暖而停课，工厂的生产效率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工厂车间经常干干停停，1个月能正常生产半个月就不错了。这种情况导致朝鲜的工业产能长期低迷，很多设备因为频繁停电而损坏得更快。有意思的是，缺电也催生了一些特殊的职业。在平壤，有些人专门做充电生意，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搞到稳定的电力供应，然后有偿为市民的手机充电。还有人会囤积蓄电池，在停电时以高价出租。这些现象在外国人看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在朝鲜却是平常。这样的情况不禁让人怀疑，一个能搓出核武器的国家，为何在最基础的电力供应上捉襟见肘？其实，朝鲜的电力短缺问题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这个国家不是没有发电能力，而是整个能源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在朝鲜，煤炭发电占了大头，但朝鲜的煤矿开采技术还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很多矿井设备老化严重，经常发生事故，产量根本跟不上需求。朝鲜煤矿的技术人员说，我们用的还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采煤机，零件坏了都找不到替换的，经常要停工维修。冬天的时候，矿井里又冷又潮湿，矿工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这种情况下，煤矿的产能连年下滑，直接影响到火力发电厂的燃料供应。水力发电是朝鲜的第2大电力来源，但问题同样不少。朝鲜境内虽有不少河流，但水电站大多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设备严重老化。更麻烦的是，朝鲜半岛的气候特点导致旱涝不均，雨季时水电站还能满负荷运转，一到旱季发电量就会骤减。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制裁让朝鲜没办法通过外部资源置换解决国内电力短缺的难题。2017年，在联合国加强制裁后，朝鲜几乎无法进口石油和发电设备。以前还能偷偷买些柴油发电机，现在连这个渠道都得被卡得很死。平壤某医院的医生透露，我们医院以前备有3台柴油发电机，现在因为搞不到柴油，只能保留1台应急用。做手术时，要是突然停电，就只能靠医护人员用手电筒照明继续。
这种状况在朝鲜的工厂、学校等公共场所普遍存在。很多单位虽然配有发电机，但受限于燃料供应，只能当作摆设。其次，电网老化是另一个致命伤。朝鲜的输电网络还是几十年前建的，线路损耗大得惊人。有专家估计，从发电厂输出的电力有将近30%在输送过程中就损耗掉了。在农村地区，电线杆歪歪斜斜，电线裸露老化的情况随处可见，经常发生短路事故。朝鲜人也知道电网要改造，但既缺资金又缺技术，连最基本的电缆都供应不足。对此，朝鲜政府几乎每年都在喊电力建设的口号，以求改善国内的电力供应情况。面对长期困扰的电力危机，朝鲜政府这些年确实想了不少办法，但实际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在平壤郊区可以看到一些新建的太阳能电池板阵列，这是近年来政府重点推广的项目之一。这些太阳能电站规模不大，主要供应周边机关单位和部分居民区用电。在日照条件好的地区，一个电站大概能满足200户家庭的基本用电，但电池板和逆变器都要进口，成本实在太高，根本无法推广普及。于是，这些示范工程更像是面子工程，对解决全国性的缺电问题杯水车薪。水力发电方面，朝鲜也在尝试建设一些小型水电站。在慈江道和两江道等山区，当地政府组织群众利用山涧溪流修建微型水电站。这种全民办电的模式确实解决了一些偏远山村的用电问题，但发电量极其有限。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全村人干了3个月，用水泥砌了个小水坝，结果发的电只够村委会和学校用，普通人家里还是老样子。且这些小水电受季节影响很大，雨季勉强能用，到了冬天就基本停摆。在国内找不到解决途径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将目光投向外部。国际合作方面，朝鲜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中俄2国身上。2019年，俄罗斯答应帮助改造朝鲜的几个老旧火电厂，但进展极其缓慢。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俄方提供的设备都是苏联时期的老款式，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有限。更麻烦的是，零配件供应跟不上，机器坏了经常要等好几个月才能修。与中国合作的水电站项目倒是有些进展，但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对朝鲜内陆的电力改善作用不大。且这些项目经常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让朝方颇为无奈。最让老百姓有切身感受的是政府推广的节电措施。在平壤，几乎所有办公楼和公共场所都换上了 LED 照明，居民区也在逐步淘汰白炽灯泡。政府还严格控制空调使用，规定夏季室内温度不得低于26摄氏度。许多单位办公室的空调都装了限温器，想调低一点都不行。电脑不用时必须关机，发现违规要扣奖金。这些措施确实节省了一些电力，但对改善整体供电状况作用有限。普通老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电力短缺。除了从中国走私太阳能板，有些人还发明了土法发电装置。在靠近河流的村庄，能看到村民自制的简易水车发电机。在风力较大的山区，有人用废旧风扇改装成风力发电机。这些民间智慧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至少让部分家庭摆脱了完全无电可用的困境。朝鲜政府很清楚电力问题的重要性，每年都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突破电力瓶颈。但现实情况是，资金、技术、人才、国际环境等多重制约，让这些计划难以实现。政府制定过很多电力发展规划，但最后都成了纸上谈兵。没有外汇买设备，没有技术搞创新，光靠喊口号是发不出电来的。这种无奈道出了朝鲜电力困局的本质，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发展模式困境的缩影。长远来看，朝鲜的电力困局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除非出现重大的政策转变或国际环境变化，否则很难有根本性的改观。朝鲜这个在全球化的今天依旧闭关锁国的国家，在外界看来十分神秘。不过，金正恩成为领导人之后，朝鲜稍微对外开放了一些。至少在外交方面，朝鲜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在朝鲜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一个总是站在金正恩身边的女人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个女人就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金宇正凭借自己冷静理智的表现，赢得了不少领导人的赞许和认可，也被外界认为是坐稳了朝鲜2号人物的宝座。但即使是这样的金宇正，与她的姑姑朝鲜初代长公主金敬基相比，还是要略逊一筹。今年7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接连2次发表讲话，指责美国挑动半岛局势，并对美国发出了战争警告。在11号的讲话中，他警告美国继续在半岛地区搞侦察，将会体验非常危险的飞行。而在14号，他更是强硬表态，声称美国如果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那么核战争爆发就不是假设。不仅如此，他还对联合国表达了不满。
声称联合国如今完全倒向美国，已经失去了其建立的初心，成为了一个新冷战机构。这种以一国对抗全世界的强硬态度，不免令世界都为之震惊。同时，人们也再度认识到了这位发言的朝鲜公主的斗争精神。虽然这种外交发言更多的是在表明国家立场，而非个人态度，但是金宇正作为金正恩最为重视的妹妹，被外交认为在朝鲜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与兄长一起在瑞士留学时起，金宇正就与金正恩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金正恩仓促继位之后，金宇正也给了兄长有力的支持。据称，从2013年起，金宇正就作为金正恩的秘书辅佐兄长的工作，而金正恩对外形象的塑造更是几乎是由妹妹一手包办。而外界能够看到的是，在2014年朝鲜对外报道中，年轻的金宇正已经担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这样的重要职位。而在随后朝鲜进行外交的时候，金宇正更是经常站在哥哥身边。而真正让人们关注到这位朝鲜公主的，恐怕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次冬奥会被外界视为朝韩关系突破的重要契机，双方对此都十分重视。而金宇正能够作为朝鲜方面的代表出席，证明了他在朝鲜政坛的重要性。同时，在冬奥会开幕式上，作为朝鲜金日家族的代表，他难免会与众多其他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同框。人们能够看到，在文在寅、安倍、彭斯等老狐狸面前，金宇正的气场一点都没有被压制。金宇正收放自如的表现，同样得到了对手们的认可。文在寅就对金宇正表达了赞赏。金宇正的种种表现，令外界对于他在国内的地位多有猜测。有不少人甚至分析，他已经成为朝鲜国内实际上的2号人物。不过，由于朝鲜与美韩谈判并不顺利，金宇正在对美韩两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2020年以后，金宇正一改之前面对美韩的相对友好，接连对美韩两国发出警告。尤其是在6月，金宇正对朝韩联络处办公室发出警告之后不久，这间联络室竟遭到爆破。有媒体在报道中猜测，这次爆破是金宇正一手主导的。金宇正也因此成为了外界眼中的强势公主，她彻底树立了强硬的对外形象。在今年，她更是代表朝鲜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发出了朝鲜准备好了核战争的警告。尽管金宇正强势至此，但是她却并不是朝鲜最为强硬的公主。与她的姑姑金敬基相比，金宇正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无论是个人手腕还是强势程度，金敬基都比金宇正更胜一筹。在金日成时代，她就以个性闻名；在金正日时代，她更是手握重权的第一公主。金敬基的强硬，从她的婚姻中就能窥见端倪。在金敬基的大学时代，他喜欢上了风流倜傥、才貌俱佳的张承泽。然而他的父亲金日成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却很不满意，他看不上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穷小子。当时金日成在朝鲜威望很高，没有什么人敢于违抗他的意愿。然而金敬基却不肯听从父亲的命令。既然在朝鲜容易被父亲干涉，他就离开朝鲜。1969年，他想办法办好了手续，与爱人一起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留学，并在那里结为夫妻。在他大学毕业回国之后没几年，年仅30岁的金敬基就当上了朝鲜轻工业部副部长，后续更是升任外务省副相和轻工业部部长。自1988年后，他更是一直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朝鲜手握重权。在与自己关系不甚亲密的父亲手下，金敬基都能够爬到这样的高位。等到与他亲近的同母哥哥金正日成为朝鲜领导人，金敬基的地位就更加超然了。金正日早就说过，他对于这个妹妹没有办法，而有消息人士则对外透露，金敬基是朝鲜唯一一个敢对金正日直言不讳的人物，他甚至会对金正日发脾气。可是金正日却没有因此而恼了妹妹，反而是对妹妹更加信重，还对外表态称，金敬基可以代表我，金敬基的话就是我的话，金敬基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到了金正日晚年，更是将金敬基与金正恩同时封为大将。如此一来，金敬基的势力范围同时囊括了党政军三方，称其为无冕之王，一点也不过分。由于金正日对金敬基的看重，外界甚至有人猜测金正日是否在考虑让妹妹金敬基成为朝鲜的下一任领导人。不过事实证明，金正日对妹妹虽然看重，但是并没有完全将大权交给妹妹。在金正日2011年12月去世之后，接过朝鲜领导人大权的还是金正恩。虽然在金正恩执政初期，由于金正恩年龄尚小，经验不足，朝鲜政权还是受到老臣们的影响。
金敬基与其丈夫朝鲜明面上的2号人物张承泽被认为是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不过，金正恩很快展现了其个人能力，在短时间之内收拢了权力。2013年10月，韩国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里，朝鲜调整了97名党政军高级官员的职务，占朝鲜高官总数的44%。到了这年12月，金正恩更是突然宣布张承泽叛党，并在短短4天之后宣布他已经被处决。在金正恩巩固权力的过程中，金敬基选择配合侄子。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她曾经向朝鲜其他高层表示，丈夫对于侄子是一个威胁。在2006年，她的女儿自杀之后，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开始酗酒、抽烟。从朝鲜媒体的镜头中，人们明显能够看出她状态萎靡了许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2014年3月的新一轮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议员选举中，金敬基最终落选。而且落选之后不久，金敬基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外界甚至多次传出了他已经死亡的传闻。直到6年后，他才在一次年节纪念演出活动中露面。人们也注意到，在这次演出中，虽然他的礼宾排序十分靠前，仅在金正恩、李学主、崔龙海之后，连风头正盛的金宇正都排在他后面。不过，在年节这样欢乐的气氛中，周围的人都表现轻松愉快，而金敬基却显得有些严肃，似乎并不算很开心。金敬基的状态其实外人倒也不难理解，此时的金敬基已经是年过70的老人了，还饱受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困扰，可是身边却没有一个贴心人关照。曾经反抗父亲也要追求的真爱，在婚姻中却没有回报给他忠诚体贴，没有让他放心，以至于成婚之后两人时常争吵，最终渐行渐远。到了最后，他甚至叛党叛国。或许在这位重视国家的公主眼中，这比丈夫对自己的背叛更加令她难过。而她唯一的女儿也在2006年在法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朝鲜金氏家族在朝鲜拥有极高的威望，其成员一直承担着朝鲜的重要责任。从朝鲜第一公主金敬基到如今的2号金宇正，甚至于今年开始出现在镜头前的金贞爱女金主爱，都注定要为朝鲜奉献自我。金敬基与金宇正都对外表现出强势形象，未尝没有因为朝鲜作为一个小国，却长期面临美国的敌对压力，不得不表现出强硬姿态的原因。然而不论如何，作为公主，两人所表现出的抗争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